其实我们原本想要先去阿马林宫，但因为 Rosenberg 要预约 City Pass 又不能预约，只能现场排。那我们怕下午的时候会轮不到我们，所以只好把2个行程对调。我刚刚去厕所错过卫兵交接，烦死了。罗森堡宫又称作玫瑰堡，是一座荷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，由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17世纪初期的时候建立。最早这里只作为丹麦君主的夏日行宫，是随着后来的扩建，宫殿才有罗森堡这个名字，从此也不再仅仅只是个行宫。国王的厕所。你看以前的化妆工具，超屌！好搞刚，你看那个刷具，我知道啊。那是来刷身体的。你看，凡尔赛宫的那一只马。这3个旅行用品组里面有那个小镊子、剪刀。哇，它的挂毯上面画的是那个花园哎。我看过最赏心悦目的挂毯，这种就是我会挂在家里的，剩下的都不会。发现以前的人就喜欢把字刻在戒指内壁。我以为是夏天用的，因为凉凉的。砖上面滴水，你真的给它出来，裤子就湿掉，很奇怪。喷水孔，然后这边加水。3只纯银的狮子，后面是几世纪的那个啊？克里斯蒂安4世的马鞍布，这个是婚礼用的马鞍，储存了不知道几百年的红酒，感觉就不好喝。这是金库的大门呢。罗森堡宫内保存了大量的皇家遗产，包括丹麦王冠、权杖、宝剑等象征王权的珍贵物品。宫殿后来被视为丹麦国王编年收藏，其中最为珍贵的展品就是克里斯蒂安4世和克里斯蒂安5世的王冠，这2项物品可说是罗森堡宫的镇馆之宝。克里斯蒂安4世觉得自己自命非凡，然后需要一顶跟大家都不一样的皇冠，所以他就特别为自己打造了一顶。结果他后面的继任者觉得他的皇冠设计太烂了，所以又自己再创了一顶。皇后的珠宝超美的，只能羡慕，只能看。服务人员看到我在用这一串雏鸡，然后他就教我怎么用，他跟我讲说这是 Grandma Style。意外的很便宜，跟台湾那一些稍微做的比较好一点点的首饰相比，它超便宜。
要去花园。今天还有时间逛花园，结果我只买了冰淇淋，我们是小穷鬼。Rosenberg 其实就坐落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最古老的皇家花园，也就是国王花园的边缘。那这座花园是由克里斯蒂安四世亲自设计的，原本是作为 Rosenberg 的私家花园，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公共的花园了。直直走就会到鞍马林宫。刚刚有一组团客，好像有人东西被偷了，但北欧的治安已经很好了，很少会听到有人被偷。再去鞍马林堡。这一排全部都是17世纪的房子。结果教堂1点半才开，所以我们还是先逛鞍马林宫。Marienburg 皇宫的4座独立古典宫殿及其8边形的广场，被视为丹麦最伟大的洛可可式建筑之一。这些宫殿最初是4户贵族建造的，但在1794年的2月，克里斯蒂安堡宫首次被大火焚毁以后，皇室便买下了这边并迁居到这。Marienburg 皇家卫队每天上午11点半会从 Rosenberg 出发，经过哥本哈根街道，在中午12点整的时候到 Marienburg 换岗。欧洲岳父的2个大女儿，不是啊，2个最大的女儿，2个大女儿。难怪他这么宠那个 Princess Alexandra。公主送给她父母亲的对，香槟冷却壶，还有一只皇室御用的大象，好像照不太出来，它那个打光打太亮了。现任国王的故事。奥运的时候，国王有后300公尺传圣火，在这里超好笑的。腓特烈教堂及整个腓特烈堡区均由建筑师 Nikolai Edvarder 设计。在1749年时光，腓特烈克5世为了纪念克里斯蒂安一世，创立了奥尔登堡王朝300周年，举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。然而，国王却要求要使用挪威的大理石建造教堂，这导致国家财政的负担过重。Edvard 去世以后，法国建筑师 Nicolas Henry Jardin 提出了修改的方案，但腓特烈克5世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安7世并没有支持，最终教堂被迫停工了150年。直到1874年，丹麦政府将教堂废墟卖给了工业家 Carl Friedrich Tegel， 条件是按原计划完成教堂并移交给国家，作为交换，他可以获得相邻土地的所有权。随后，他委托了建筑师 Ferdinand Muirday， 放弃了原本几乎使用大理石的设计，改以用丹麦的砂岩建造教堂。走吧，是我们的午餐兼下午茶。我的话还外加一个早餐。对啊，现在都很先吃这一家。哪里？我的马卡龙。不行，我吃就一口。这是我的。不行。我的派好香。派好吃，很浓郁。你要来一口派吗？狗狗在游泳哎，这如果在台湾一定会被骂。会。会哎，没有，是饲主会被骂。
很太绿，然后贴纸又是绿色的。刚刚工作人员问我说我的贴纸嘞。这个看起来莫名的让我有点害怕，而且有一种鬼修女的感觉。它也比我们在 Vegan Park 看到的线条还要再柔和一点，就只是有一点点像。那原本画酒瓶的位置上，真的放一个破掉的酒瓶，还有那个东西的层架上，真的放一个小罐子。艺术家才看得到极光的作品。来到我们最喜欢的环节，天啊，很热！回家，回家。